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罗马神话中，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，她所形容的是捕获爱情俘虏的秘密武器，所指的就是金星带。它也被认为是感情线的姐妹系列，所以称为副感情线。副感情线的别名很多，除了金星带，又叫做维纳斯带、爱情带、情色带、性感带。它的位置是在感情线的上方，是表示一个人对异性的欣赏、幻想、情绪、审美观、艺术品味等所反映的强烈感觉。金星带是由食指和中指中间向无名指和小指中间呈半圆形的掌线，掌线清晰，没有断裂，没有杂乱为标准。这是表示感情方面与异性交往会比较稳定，对感情反应灵敏。相反的，掌线有断裂、杂乱，是表示感情方面过度敏感，比较冲动、情绪化。掌线粗代表情欲，掌线细代表艺术，掌线接近土星丘和太阳丘代表知识和艺术。金星带在手相中，男生比较少见，女生比较容易出现。如果没有金星带的女生，比较会错过桃花，而有金星带的人，大部分是细弱不清，有的是断续的线或出现一部分。金星带它是象征爱与美、浪漫、充满幻想的掌线。有金星带的人比较早熟，有早恋的倾向，对于异性会非常关心，对感情非常执着。因为容易受到伤害，所以对爱情会做出激烈反应。当然，不同形态的金星带就有着不同的意义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金星带的掌线形态。一、半圆形状的金星带，深而清晰，又无裂痕，没有杂纹，由食指和中指中间向无名指和小指中间最为理想。理想的金星带代表聪明，学习能力强，对很多事物都有兴趣研究，而且会有不错的成果，有艺术和创作天分。如果从事艺术创作方面，会有很大的成就。同时，如果金星丘发达的话，表示这个人有很多的欲望，有可能沉溺于酒色的倾向。但如果金星丘不明显，那是代表一种高尚的美德和光荣。另外，感情线长得好的话，表示这个人可借由他人的力量完成自己的期望，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成果。相反的，感情线长得不好，表示这个人容易在感情上遭受挫折，且容易受到诱惑。二、中间断裂的金星带。手掌有金星带的人很聪明，在艺术和创作中具有强烈的美感和才华，在电影明星和艺术家创作者的手掌上比较容易出现，所以副感情线的别名也叫做金星纹或者是才艺纹。中间断裂的金星带也叫做学习金星带，是代表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，年纪大时还是喜欢学习新事物。如果只有一条线，也是代表这个意思。三、靠近感情线的金星带。位置低、靠近感情线的金星带是代表情欲，是表示沉迷于爱和悲观。如果金星带清晰完整，是表示有良好的发展；如果是浅而凌乱，是表示在爱情中会受到伤害和经济方面会受到损失。四、与感情线连接的金星带。如果感情线到达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区域与金星带相交，是表示向下沉沦、误入歧途，因此失去了财富和名望。虽然拥有这种线条的人很聪明，但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。不过之后会过上比较平稳的生活。虽然个性热情，因为过度依赖他人，可能会被粗心大意的朋友所牵连。五、与婚姻线连接的金星带。如果金星带到达水星丘与婚姻线相交，是代表不稳定的婚姻，容易受到第三者的影响或介入到别人的感情。如果头脑线有缺陷，是表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。六、食指与小指之间长的金星带。金星带长是代表感情反应很敏捷，有自信心，对自己有好感的人很快就能做出回应，比较不会错过桃花。但是做事没有安全感，疑心病重，在未决定之前容易怀疑东怀疑西。金星带较短，做事犹豫不决，缺乏变通，建议在做事之前先了解状况，研究后再做决定。七、断断续续的金星带。断续的金星带有迷人的魅力，很
能吸引异性的青睐，但是喜欢幻想，大都用情不专，不能够共同患难，容易见异思迁，比较花心，经常更换伴侣。不连续的金星带，如果智慧线形态长得好，表示这个人多才多艺，有较好的艺术天赋。如果智慧线形态长得不好，表示这个人容易感情变态，是典型的危险情人。8. 金星带呈直线状靠近感情线。金星带呈现直线且靠近感情线时，被称为理财线，表示这个人有很好的偏财运，常会有意外之财。如果线条清晰的话，是表示擅长财务管理，适合出纳、会计和其他工作，可以名利双收。线条不清晰的话，整天忙于生活，往往财运不佳。9. 多重纹路的金星带。有多条金星带的人，机智、反应灵敏。如果纹路清晰、整齐并行，是表示会去追求美好的事物，有鉴赏力，感情丰富，属于完美主义者，会有所成就。感情方面，与交往的对象久了，会变得冷淡而疏远对方，让对方觉得摸不到头绪，对情欲方面比较有需求。如果金星带排列杂乱或像树的形状，是表示这个人喜新厌旧，自制力差，常因为不好的习惯而导致失败。10. 波浪形的金星带。金星带像个波浪形状，是表示意志薄弱、多愁善感、缺乏主见、过度依赖他人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感情方面不顺利，因为不会分辨对方是不是真心，所以可能会吃亏上当。金星带上符号标记的含义。1. 金星带上有岛纹。金星带上有一个岛纹，这代表的是晚婚。如果早婚，可能会导致婚姻不和谐和健康方面的问题，因为容易受情绪的影响，尽管个性热情又慷慨，往往容易失去理性。如果头脑线的条件佳，可以将热情转向艺术方面而获得成功。2. 金星带上有毛状纹。金星带两端是毛状纹，表示虽然雄心勃勃，却有悲观的个性，难以完成生涯中的愿望。如果整个金星带都是毛状，是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变化无常的趋势会变得更加严重，不能得到大的成就。3. 金星带杂乱或有星纹。杂乱的金星带又靠近感情线，代表情欲旺盛。如果出现星纹，是表示容易陷入情色当中而不能自拔，精力消耗，健康受到损害。这方面可以配合观察大拇指，大拇指长代表自制力较强，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欲；大拇指短又软，代表自制力差。4. 金星带上有三角纹，是代表好学，喜欢吸收新的知识，很聪明，有创作天分，朝艺术文学方面发展会有成就。感情方面，因为不善于沟通，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感情线流年测算法。手掌上每条线都涵盖了整个生命周期，所测算的手相年龄是属于大概的年龄，不一定准确，一般会误差到3至5岁。现在我们从感情线的原点开始，从0到80岁计算，小指与无名指之间画一条垂直线为20岁，无名指与中指之间画一条垂直线为40岁，中指与食指之间画一条垂直线为60岁，中指指根画一条横线，取中间值画一条垂直线为50岁，左右再各取中间值为45岁、55岁，其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推算。好朋友，这是一种简单的流年测算法。如果所显示的年龄周围有任何符号标记，这是表示在这个期间所代表的情绪状况。下个单元我们一起探讨感情线的形态分支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最后感谢你的观赏，敬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优先通知你。喜欢这部影片请按喜欢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拜拜。